大家好，我是阿发布子。今天我们来讲台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那么我们先从台北的交通枢纽台北车站开始讲起。台北车站是一个集结高铁、捷运和火车三铁公构的车站，但因为路线规划的不太好，因此我会先介绍一下站内的转乘路线给第一次来台北的旅客。那么旅客会使用到的区域是从车站的2楼到车站的地下4楼这段范围。2楼是微风美食街，是个休息吃东西的地方。1楼是车站大厅，在东西南北方会各有3个出入口。接着开始往下走，就是路线变复杂的开始。台北车站的地下1楼是地下街，这里往地面的出口是从 M1 到 M8。往 M1、M2 出口的方向走，并向左转就是台北地下街。它位于思明大道下方，范围大约是公园路到塔城街这800公尺。地下街被分为服饰区、百货区、资讯区和北食区。而资讯区这里有电动和动漫商店，所以也是有名的动漫街。且因为这里的出口都是 Y 开头，所以也叫 Y 区地下街。想去台北转运站走 Y1 出口，想去金站百货走 Y3 和 Y5 出口。结尾有 U 的则代表只有地下通道，没有到地面的楼梯。像 Y2 就是从 B1 连通到 B3 的铁路和捷运的出入口，而 Y12、Y16、Y20 和 Y24 则是连通到桃园机场的捷运。然后在 Y1 和 Y2 出口中间有一个楼梯，沿着楼梯一直走就会到另一条地下街——中山地下街。它位于思明大道和双连捷运站中间，途中会经过中山捷运站，总长大约也是800公尺。这地下街可用的出口有7个，因为都以 R 开头，所以又称为 R 区地下街。中山站到 R10 出口这段是中山地下书街，有许多文创商店和书店。另外从 R10 出口出去就是爵士广场，除去这段之外的地下街则被调作五村一街。那么如果是往 M3 到 M8 出口的方向走，会有一个站前地下街，它位于忠孝西路下方。范围大约是重庆南路到南阳街的这300公尺。这地下街有10个出口，这里的出口是 Z 开头，所以也被称为 Z 区地下街。它和旁边的东升地下街是相互连通的。那东升地下街位于台北车站前广场的地下，这地下街的出口都是 K 开头，所以也被称为 K 区地下街。以上就是台北车站的8大出口和4大地下街。另外，要搭乘桃园机场捷运的旅客，也可以直接从北车的地下1楼走过去转乘，最远可以直达北门捷运站。接着，我们来到地下2楼。地下2楼是你搭乘台铁和高铁的月台层，1号和2号月台是属于高铁。3号和4号月台则属于台铁。那么从台铁或高铁转乘板南线或淡水线捷运的路上是最常发生游客迷路的地方。这里最不绕路的路线是在台铁的11号车厢及高铁的9号车厢有个向下的楼梯，直接从这里走到地下3楼。出站后直接进旁边的捷运站就可以搭到捷运红蓝线。进捷运站后搭手扶梯和电梯就会到地下4楼的捷运淡水线。想搭板南线的话，则要在进捷运站后往右走，先搭往上的手扶梯或电梯暂时到地下2楼，再往下走回地下3楼就会到捷运板南线。总之，台铁转捷运就是先往下走到地下3楼就对了。往上走的话会遇到地下街，比较容易迷路。以上就是台北车站内部路线的大致情况。接着我们从前站出来，有一个国家摄影文化中心可以免费参观，里面展示了一些19世纪的黑白照和写真照，也会不定期举办讲座和研讨会，还提供免费寄物服务。
1楼还有一间咖啡厅可以喝咖啡，附近的邮政博物馆也是免费参观，它里面有一个邮票池，可以让每人选3张盖过邮戳的邮票回家做纪念，但除此之外，展品的丰富度比较低，逛起来有点无聊。在桃园机捷和北门站中间是台湾博物馆的铁道园区，台湾博物馆共有本馆、古生物馆、南门馆和铁道园区4个馆。如果时间充裕，建议买他们的4馆联票，可以在购票日后的1个月内参观各馆一次，总票价会便宜一些。时间比较紧凑的旅客就推荐先去本馆和古生物馆就好，之后的找机会再来就可以了。还有参观完的票根要收好，去故宫和科学教育馆的时候，还可以用博物馆联盟方案购买他们的优待票。往下走到西门町，可以来这里逛街和吃饭。每年11、12月的时候会举办西门 Play 乐町，除了提供特约店家优惠，还会有打卡装置，并在周末有表演活动，是年末逛街的好去处。附近的西门红楼现在变成文创和展演的场所，红楼旁边还进驻了很多统治酒吧，另一边则是中山堂，可以免费进入这个古迹参观，有时候会举办展览或表演，想看的话才要另外付钱。另外，在元宵节的时候，这里会举办灯会，可以到时候再来一起参观。继续往下到龙山寺，或是搭台铁到万华，中间有一个艋舺服饰商圈，客群偏向给中年妇女。那么龙山寺捷运站前面的艋舺公园下面有个地下街和文创基地，聚集了一些命理、古玩、美甲按摩和文创的艺文商店。但这里如果没办活动就没什么人潮，跟北车地下街比可以说是相当冷清。出地下街就是艋舺夜市，夜市的范围包含了华西街、梧州街、广州街和西昌街。那西昌街这里范围不大，也不太算夜市，因为卖吃的摊贩很少，比较多是卖二手货的路边摊。另外这里还有很多流音，它这里还有一个青草巷，有很多卖青草茶的店家，可以来喝一杯青草茶。而广州街和梧州街有很多台湾传统小吃的摊贩和游戏摊，是个吃晚餐的好选择。而华西街除了有很多美食摊，还有很多按摩和美甲店。以前这里很多卖蛇肉的，现在剩没几摊。再往旁边走就是华江雁鸭公园，每年的9月到隔年4月会有大量的候鸟前来，这时候这里会举办赏鸟活动，假日会有解说员帮忙讲解。而西昌街夜市旁边还有剥皮寮街区，现在是举办艺文展览的地方，有兴趣再来就可以了。它附近的新富町市场现在也是艺文空间，但逛完这个市场后，室外还有一个新富市场可以吃东西，剥皮寮也可以搭配这2个地方一起逛，会丰富一点。接着我们回到台北车站前站，它旁边是行政院、监察院和立法院，有兴趣进去参观的也要先线上预约。旁边的228公园内除了有刚刚推荐去的台湾博物馆本馆和古生物馆，还有一间228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从去年开始变成免费参观，它对面的台北宾馆是之前日治时期的总督府，假日的时候开放免费参观和导览，时间大约是8点到4点。另一边的总统府在今年2月15起暂停假日参观，南参访的时间剩平日的早上9点到12点。接着往中山堂的路上有一间长隆海事博物馆，这博物馆有5层楼，馆内除了收藏许多船舰模型之外，还有航海仪器和互动设施。从5楼一路逛到1楼，大概可以逛1-2个小时。这里要收门票，1张是200元。最后就是中正纪念堂，这里面有一尊蒋中正的坐姿铜像。纪念堂前面有一个自由广场，可以观赏升降旗和陆海空三军的一队交接。升降旗分夏令和冬令时间，
而一对交接每天会实施9次，每次15分钟，每6个月会换一个军种。广场两侧的国家音乐厅和国家剧院时常举办英文展演。接着我们来到捷运中正纪念堂站，下车后可以去车站前的南门市场2楼的美食街吃东西。这市场跟台中的第6市场很像，都很干净。市场的旁边就是台湾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分馆南门博物馆，馆内展示了台湾鸦片和樟脑的历史。但这个博物馆和附近的邮政博物馆都比较偏向小朋友或亲子家庭去参观。那在每年的12月时，邮政博物馆旁边会有一个书香市集，从二手到独立出版的书都有。往前走就是228纪念馆、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植物园。这个228纪念馆比228公园内的纪念馆大而漂亮。而历史博物馆有5层楼，要收门票80元，不过票根记得留着，可以参加博物馆联盟的优惠活动。再往前走就到了南机场夜市，这个夜市是纯卖吃的个小夜市，好吃的摊贩很多，夜市的价位是台北夜市之中最经济实惠的一个。去到最下面的马场公园，在每年10月会举办一个叫在家生活节的亲子活动，会有市集和表演。接着往旁边走去大安森林公园，在每年的3月份，在戒月结束的时候和12月会分别举办野餐、开斋节和圣诞节活动。公园附近有台北清真寺、蒙藏文化馆、师大美术馆、日式宿舍群和龙井生活园区。那龙井生活园区是之前的台北监狱，往下到师范大学，这里有作家梁实秋的故居，门票是50元。旁边是师大夜市，但因为被居民抗议油烟和噪音问题而造成大量餐饮店流失，现在变卖衣服的地方。虽然还是有一些吃的，但没有要买衣服的话，这里就蛮无聊的。建议想逛夜市的人不要来这里，可以改去上面的永冈商圈或下面的公馆夜市。公馆夜市是公馆商圈内的小夜市，如果是早上来的话，可以去隔壁的水源市场吃东西。而在夜市的隔壁是台湾的最高学府台大。另一边的自来水园区除了有博物馆可以参观，7、8月的时候会有水上乐园可以玩水，但票价也会从50元变成80元。在11、12月的时候也会有圣诞节活动。另外3到5月的时候在艺术村会举办灯光节，9到10月的时候水岸广场会举办音乐节。旁边的 Pop Music 原本是百年出水站，现在是复合式艺文展区，会不定期举办独立乐团演出和派对。附近的The Wall也是一样。最后往下到文山有一个景美夜市，这个夜市范围很大，摊贩很多，有很多台湾小吃。夜市旁有一个仙鸡岩步道，接着往捷运文湖线走，中途有一个翠湖。在4、5月的时候有萤火虫可以看，而文湖线的终点是台北动物园。我觉得这动物园是全台湾最棒的动物园。如果有来台北，推荐要安排1天的时间来这里，尽量不要安排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是客馆的休息日。入园门票是每人100元。园区内还可以乘坐猫空缆车到指南宫和猫空站，搭一趟的费用是180。另外每周一也是缆车保养日，会暂停营运。那么在动物园南站这附近有一间很漂亮的图书馆可以参观，旁边是指南宫步道，推荐晚上的时候来，因为晚上会点灯，而且爬到山顶后还可以顺便看一下台北市的夜景。旁边的小坑溪步道则有很多清水阶梯可以下去玩水，是个老少咸宜的步道。往上走的其他步道就是春天的时候可以来赏花，4到5月的时候指南溪有萤火虫可以看。接着回到动物园这边，并往上走有一个滑草场，但我没有去过，它旁边是垃圾回收场，所以有些人会说有臭味，但有些人会说没有，所以要去的游客要自己斟酌一下。再往上走就是四兽山风景区，
四兽山分别是象山、狮山、豹山和虎山。这里除了生态丰富之外，还能到山顶俯瞰整个台北市的风景。四兽山旁的核心探坑由废弃坑道改建成矿坑文化隧道，更远一点还有另一个德兴煤矿。往南赶山上走，和新北的交界处有一个茶叶工厂，在4到5月的时候也可以来这附近看萤火虫。圣诞节的时候这里好像也会有活动，旁边是桂花吊桥步道，大概8到9月的时候会有桂花和野姜花。下山到中研院这里有很多展馆，像动物标本馆、植物标本馆、生态馆、胡适纪念馆、岭南美术馆、历史文物陈列馆和民族博物馆。但他们只接受团体参观，不接受散客，所以我也没有去过。每年10月是院区开放日，另外这里提供住宿，一晚是1700，该有的设备都有，也有吃饭的地方。从中研院往上走就会到南港高铁站和火车站，右边是板港展览馆，左边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再过去一点就是松山车站和捷运站。饶河夜市就在这里，这夜市好吃的摊位也很多，但范围不大，想买衣服的游客可以搭配五分埔商圈一起逛。10到11月的时候，彩虹桥会有水舞表演和演唱会。往前到南京三民站有台北偶戏馆，馆内有很多布袋戏娃娃，门票是50元。偶戏馆旁有一间铁道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去之前要先线上预约，不然能自由参观的区域有限。每月20号早上10点开放下个月的名额。往下走到松山文创园区、大巨蛋和国父纪念馆，就是看展览和吃饭的地方。国父纪念馆旁是信义计划区，这里有相当多的百货公司，圣诞节也会举办活动。台北101也在这里，除了吃饭和逛街，在89楼有个观景台可以俯瞰台北市，门票是一张420，外国籍的游客则是一张600。每年12月的第3个礼拜，在台北市民广场会举办台北马拉松，参加者超多，人数都破万。还有12月31号的跨年重头戏，也可以在这里看101放烟火。往下走有一个5分钟景点44南村，附近还有通化街夜市，这夜市也是一条街的那一种，卖的食物也算不错，不过有些好吃的店会藏在巷子里。从国父纪念馆往下到刘公公园，这公园在7月的时候会举办夏日趴，会聚集美食餐车、市集摊贩和演唱会，并与周边的商家合作推出优惠活动。而在忠孝复兴和忠孝敦化站中间有一个东区地下街，但因为附近有信义计划区，这里就有点没落了。往上走会有台北小巨蛋，除了吃饭逛街之外，2楼还有溜冰场可以玩，2小时200元，器材费另外计算。这里还有一个看表演的演艺厅，早上或中午可以去中仑市场2楼的美食街吃东西。往北车的方向走会遇到辽宁夜市，这夜市很小，不到200公尺，白天到晚上都有店家营业，但因为附近很多商办，所以晚上以居酒屋居多，很多上班族下班来这里吃东西。这附近有袖珍博物馆、纸张博物馆和中泰美术馆，这3馆都是要收门票的。每年10到11月的时候，巴德资讯商圈会举办 3C Holiday， 这商圈会结合周边店家一起推出结合2次元、动漫、电竞电玩的主题展演和市集，而旁边的华山文创则是很常有展演或快闪店可以逛。最后我们回到了台北车站这边，每当农历春节的期间，台北地下街、后站商圈、华阴街和宁夏夜市会有年货大街，并且也会有舞龙舞狮等活动。后站商圈旁有台北当代美术馆和中山地下街，也就是刚刚讲的 R 区地下街。再过去的条通商圈是吃宵夜的地方，有拉面店、居酒屋和酒吧。
商圈上面的台北之家之前是美国领事馆，现在是文创园区。住宅的空间现在是书店和咖啡厅，车库则变成电影院，票价是1张260。而中山地下街旁边有赤峰街商圈，之前是卖补金的地方，现在则是聚集独立书店、古着店、写真和咖啡厅的地方。往旁走一段路就是宁夏夜市，这夜市一整条都是纯卖吃的摊贩，它的价位在台北市夜市之中也算经济实惠的一个。附近有茶叶展示中心和蒋渭水故事馆可以免费参观，而永乐市场、迪化街、小义城就是逛街吃饭的地方，可以顺便去大稻埕游客中心体验旗袍换装，但要先线上预约。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到时候会先收1000元当作押金。每年10月的时候，大稻埕会举办大稻埕艺术节，会有国内外的艺术家重现台北1920年代的样貌。最后是在每年的7、8月时，会在大稻埕的码头举办夏日庆典，这是台北每年夏天的年度盛事，会有音乐展演和水岸灯饰，还有最重要的烟火秀。码头旁还有货柜市集，贩卖炸物、点心和酒饮等美食，可以边吃东西边欣赏河岸的风景。大稻埕上面有新文化纪念馆可以免费参观，这里之前是台北警察局，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的拘留所、水牢和地牢的空间，整栋建筑的内外观也很漂亮。每年10月的时候，这里会举办新文化运动月，会有展览、讲座、市集和音乐会。如果是早上，还可以先去慈圣宫前面的美食街吃东西，这里的摊贩卖的都是台湾的传统小吃。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去盐山夜市吃晚餐，这夜市汇集很多老字号，卖的也是传统美食居多。捷运没隔几站还有另一个双城街夜市，这里白天可以吃晴光商圈的晴光市场，晚上的时候就是夜市。这夜市很小，所以观光客不多，来逛的大多是本地人。最后就是稻园山这边，每年3、4月的时候，新生公园会有玫瑰花盛开，很多人来约会和拍婚纱照。旁边的林安泰古厝是一间很有年代感的四合院古迹，而台北美术馆是整个台北市最棒的美术馆，而且门票只收30元，很值回票价。美术馆隔壁有圆山别馆，这栋建筑物的外观相当漂亮，是之前大稻埕茶商招待名流的地方，现在变成艺文展览的空间，可以免费参观。旁边的圆山公园在每年9到10月时会举办台北生活季，会结合各品牌和商圈的特色店家推出限定商品和优惠活动，来提升商圈知名度和商机。再过去一点，有大龙美食街可以吃东西，也是白天和晚上都有店家营业。那么在花博公园的旁边就是台北松山机场，机场旁有一个飞机巷，是观赏松山机场飞机起降落的热门点位。每年的端午节前后，大家河滨公园会举办全台规模最大的龙舟竞赛，现场还会有立蛋和龙舟体验，还有市集跟表演。机场前自由巷有郑南榕纪念馆和股票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但2个都要先线上预约才可以。接着，如果我们选择搭捷运去内湖，在西湖站这里有西湖商圈，这商圈除了可以来吃饭之外，也因为饮料店很多，会在大概9月的时候举办西湖手摇饮日和西湖珍珠杯，期间会有打卡送奶茶、免费试喝和送优惠券等活动。旁边有金面山步道可以爬，一直爬到剪刀石这里，除了可以看风景，也是观赏台北市夜景的好地方。另外，如果是吃饭的话，也可以选择去737商圈，这里早上也是菜市场，晚上是美食街。往山巷走有鲤鱼山步道和圆觉瀑布，往市区走则有防灾教育馆。这个馆相当有趣，馆内提供了很多灾害体验可以玩，像是风雨体验、
地震体验、灭火体验和烟雾体验等等，跟其他只单纯文字展示的博物馆很不一样。但是这里也是要先预约才能参观。最后，东湖的哈拉影城附近也聚集了蛮多吃的店家。每年2到3月，热火公园的樱花会盛开，到时候会举办夜樱季，晚上会打灯，还有市集和表演。不然去附近的内沟溪也有樱花可以看。那如果是往上走去士林，有剑潭步道、忠烈祠和蒋经国文化园区。在忠烈祠这边，每天都有超枪表演，需要导览的话要先预约。往上走有台北艺术中心，建筑物的外观很特别。最后就是士林夜市，它是从士林市场散发出去的夜市，是台北最大间的夜市，摊贩也不局限卖吃的，比较多元，观光客很多。另外在2到3月可以来士林官邸看郁金香，之前这里是蒋中正的官邸。11到12月的时候则是有菊花。而在美伦公园旁有儿童新乐园，门票是30，其他费用依照设施乘坐的次数收费。旁边的科教馆和天文馆客群偏向小朋友，不过天文馆的互动设施蛮好玩的。科教馆的票根则可以参加博物馆联盟的方案。往上走有一个100多公尺高的免费观景台。这观景台可以360度全视野观赏台北盆地、观音山和大屯山。观景台楼上是旋转餐厅。每年9到12月的时候，关渡公园会举办关渡艺术节，会展示国内外艺术家的作品，还有草地市集和生态体验等等，并且在10月的时候还会有赏鸟博览会。在赏鸟的同时，还有闯关活动和市集。最后就是关渡码头，你可以搭船游河看夕阳，也可以到它旁边的货柜市集吃东西。那我们回到士林这边，科教馆的对面是芝山生态园，再过去就是故宫，基本上就是来台北至少要去过一次的博物馆。故宫里面很大，可以逛很久，时间要安排多一些。一张门票是150，外国籍旅客则是350。除了博物馆联盟之外，还有其他免费参观日。另外，它还有卖和101观景台的联票。去完故宫必不可少的行程就是还要去至善园走走，附近还有原住民博物馆。往上到天母，在每年6到7月的时候，会在天母运动公园举办啤酒节，除了啤酒试喝，还有美食市集和演唱会等活动。而10月会在天母市集这里举办万圣节活动，晚上还有天母步道可以爬。1月份的话，在花卉试验中心这里会有花展可以赏花。如果去爬军舰岩步道到军舰岩这边，能够俯瞰台北市区，所以晚上的时候也能来这里看夜景。再来就是北投，每年7月的时候会在七湖公园、七星公园和北投公园举办北投夏日魔法节。除了打卡繁殖之外，活动期间的周末还会有音乐表演和市集。来北投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要来泡温泉，时间不够的游客可以选择去复兴公园泡免费的竹汤过瘾。想泡平价温泉的可以去北投露天温泉，入场门票是60元。进入的时候是强制要穿泳裤或泳衣，来泡汤的游客以老年人居多。在假日等热门时段人数过多的时候，池水会脏脏的。现在他们在重新整修。另一间平价温泉馆是龙买汤，他们的大众汤是男女裸汤，泡一次收150，一天有3个时段。但它这里的温度比露天温泉还高，要自己注意一下。如果是泡他们的汤屋，则是可以自行调整水温，但收费就变成1小时400到600，所以也变成可以预约。不过一定要至少2个人才能使用汤屋。那么这2间毕竟都只是平价汤屋，多少都会有一些缺点，因此想享受泡温泉的话，就要往周边的温泉饭店去找才行。肚子饿可以去北投中基市场这里找吃的。
不泡温泉的也有温泉博物馆、凯达格兰文化馆、中心新村、地热谷可以免费参观。而向阳新院是前日军医院改建合成，里面也有泡脚池，参观要收50元门票。在晚上有个硫磺谷可以散步，秋天的时候会长芒草，然后它也有一个免费的竹汤可以泡脚。2到3月的时候还可以去三层起公园看花海，花朵会沿着山坡一路长上去。在过去的台北艺术大学有个关渡美术馆，也是免费参观。最后，北投在10到11月的时候会举办台北温泉季，期间会有温泉市集、踩街游行和表演等等。接着就剩阳明山公园了。首先是草山行馆，它之前是蒋中正夫妇的住所，现在则是一间餐厅。餐厅的价位大约是在1000元左右。不吃正餐的话，也有下午茶或饮品可以享用。2到3月的时候是阳明山花季，在阳明公园会开满山的樱花、杜鹃和水仙等花卉。3到4月可以去竹子湖附近看海芋，5到6月的时候则是绣球花，再上去就是大屯山。小油坑这里是火山喷气口，可以看到独特的火山喷烟雾的地貌。旁边的七星山是台北的第一高峰，最后就是冷水坑和擎天岗。那擎天岗这里的步道两侧有水牛和风景可以看，我个人蛮喜欢这里的。另外，北投到竹子湖这段有台湾好行人搭乘。以上就是台北景点的大致情况。基本上台北的住宿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毕竟捷运的转乘都很方便，选合自己行程顺路的就可以了。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下部影片见。